我一直觉得文化是需要载体去传递的，那我觉得中国舞是一种非常好的载体。你们可以叫我 Fiona， 我本科是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表演系专业，然后来到加拿大读的呢是 UBC 艺术教育专业。小时候我其实非常不喜欢跳舞，因为我个人的条件不太好啊，韧带也不好。但是到后期，也是在我妈妈的影响下吧，给我一些非常正能量的指导。她不强迫我去练习基本功，而是说以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教我乐感呀，去欣赏舞蹈的美。在初中之后，我有参加一些舞蹈比赛，在舞蹈比赛中我也拿到了不错的成绩，所以这也是激励我继续往前走的一个动力吧。我觉得是生活的一部分了，尤其是来到温哥华之后，因为我一直觉得文化是需要载体去传递的，那我觉得中国舞是一种非常好的载体，因为它既美观又有互动性，不管孩子也好，成人也好，都可以通过不同的舞蹈去学习它，然后从中也可以学习到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古典舞，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古典舞的衣服非常的好看，然后就觉得这也是一个吸引他们去学习舞蹈的一个点啊，从舞蹈本身的服装入手，然后他们慢慢的去欣赏舞蹈的这种柔、这种美。目前主要还是华人为主，家长还是希望孩子能够通过学习中国舞，学习一些中国文化，因为可能是到8岁9岁，在语言能力允许的情况下，我会慢慢的加入一些文化也好、地理也好、传统也好，在学习舞蹈的同时，还会再教授一些各个民族的一些知识，不单单只是说学习舞蹈动作本身，我更希望他们通过这个舞蹈去了解到为什么他们这个动作是这样做的，因为比如说傣族他们生活在水边，所以他们女孩子的裙子都是筒裙，然后他们是生活在云南地方，天气比较热，所以他们穿的衣服会比较少一点，或者是像蒙族他们生活在草原，所以他们的动作会更加豪放一点。我是想通过舞蹈，然后让他们能够了解到中国的那些少数民族。难搞的学生有啊，我当时刚刚开始教舞蹈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老师，要没有老师上课了，我就硬着头皮去上小班，然后有个孩子在教室里哭得非常的凶，我当时就觉得有点吵，你影响到其他小朋友了，我就说我给你3秒钟，1、2、3收掉，然后小孩子就哭得更凶了，然后之后我就说，那你出去找妈妈吧，你这样子哭会影响其他小朋友。然后他去找妈妈，之后呢，他妈妈就把我投诉了。也是慢慢的和孩子接触之后，我会一些孩子的话术了，比如说小朋友哭，我会把他拉到身边，我让他给我讲悄悄话，问他你为什么哭呀？你是不是想妈妈？我会变得更加柔和了。到了这边之后，我觉得我更柔和了，因为这边孩子和中国孩子比起来会比较自由一点吧，所以他们会规矩感会稍微差一点，你不能像国内一样非常严厉的去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就应该站好，会使用更加游戏的方式会去教导他们。落差感有，因为在国内是教大孩子比较多，大孩子他们可以演出，或者是和大孩子会有类似于朋友之间的这种关系。到这边的话，小年龄段，其实说真的，会感觉没有那么大的成就感，因为小朋友可能没法完成一支非常好的民族舞或古典舞的舞蹈。每次我给大孩子排练完之后，尤其他们站上舞台，我会感到非常的自豪，非常的骄傲，就是这个落差感是有的。我觉得大家对中国舞会有一些比较刻板的印象吧，会觉得它很传统，可能你们印象里的
中国舞可能是像东北秧歌儿这种所以我觉得要普及，就是要给大家看一些更好的舞蹈。包括国内现在是河南卫视吧，出过一台晚会就特别好看，它是讲的是那种汉唐的舞蹈表演。希望有这种更多的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这种晚会去传播这种美吧。因为我本科没有去学舞蹈专业，家人觉得很惋惜。我当时一意孤行，我就说我就是要考表演系，我就要考音乐剧系。他们会到现在还会跟我说，你是不是后悔了当初没有去学舞蹈专业？我说是有一点点，因为我没想到自己对舞蹈的热情真的有那么大。